有同理心的人经常被媒体描绘成一种现实生活中的超级英雄，他们能够感受他人的感受，这意味着他们有很高的社会容忍度和帮助或拯救别人的强烈动力。最重要的是，从他们身上流露出来的同情和感情，这使得他们成为了给自恋者定制的猎物。自恋的人贪婪的投喂需求是无底的，他们的习惯就是困住有同理心的人，吸干他们，永不归还。有同理心的人认为自己是在提供同情，就像一条安全毯，但在现实中，自恋者是在用同样的同情作为钓鱼的饵。要摆脱和逃离这些束缚，就需要打破关于自恋者的幻想，并揭示有同理心的行为来源所固有的错误。所以，准备一杯水吧，准备吞几颗难以下咽的药片，味道不怎么样，但一定有好处。一，自恋的人永远不会履行心照不宣的契约，这是个残酷的事实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做事都是为了某种自我利益。圣洁的人进食是为了达到更高的意识境界，做慈善的感觉很好，因为我们是在帮助别人。有同理心的人以善取善，那是他们心照不宣的契约。没听说过吗？是的，你不会有的，因为不言而喻是心照不宣的契约的本质，它也助长了怨恨的与日俱增。契约有一种隐含的期望，即情感上的付出可以获得满足的情感需求的回报。承认这种期望就是违反契约。有同理心的人能意识到自己的自私和有缺点，因此当他们没有得到满足时，他们就会提高输出。假设他们没有获得回报，同时默默感到受伤、无用和怨恨，未说出口的期望是令人沮丧的。对于任何身边有自恋者的人来说，提供任何回报都是一场灾难。你必须关心对方，而自恋者不会。他们把其他人仅仅视为投喂实验。如果普通人是零食，那有同理心的人就是自助餐，能吃到饱的那种。为了离开这个循环，有同理心的人可能需要承认他们基于自己潜在的信仰，知道他们绝对有权利执行自己的界限，并要求他们所需要的。当然，同时友善并尊重地陈述出来。二，谁都救不了一个不想接受帮助的人。有同理心的人希望帮助、改善和拯救别人。他们认为，如果我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很多人，就能真正帮助到他们。但不能帮助自恋者。接受帮助意味着对方需要帮助，需要帮助是因为有些事情需要改变，做出改变是因为有些东西可以变得更好。如果它能变得更好，那就意味着它以前并不完美。由此可见，接受关于自己行为的帮助，意味着接受可以改善自己或改变的想法。对自恋者来说，根据他们的定义，他们相信自己，并不断给别人留下他们是理想化的人的印象，所以他们不需要帮助，他们不需要修复没有损坏的东西。缺乏同理心，自恋的人觉得投喂他人以自我维持没有问题，而且乐在其中。如果他们接受帮助，就会觉得受到了双重打击，他们必须停止投喂，必须承认自己需要一些治疗。令人痛苦的是，谁都无法帮助一个不想被帮助的人。他们不会修复他们不认为是修复坏掉东西的解决方案。作为健康人，喝口水吧，意识到他们的妄想不是你的问题。三，情绪不能取代大脑。这不仅仅是一种直觉，直觉通常来自于潜意识中的真凭实据，但只是不清楚细节。有同理心会成为情绪化思考的牺牲品。情绪化思考完全基于感觉，凌驾于逻辑、理性和其他任何存在的东西之上，即使它与确凿的有形证据相反。这是有风险的。当情绪成为一个人的超能力时，有时他们会失控，让人远离事实。比如说，当一个人取得了平均或高于平均水平的成绩，甚至获得了一个学位，但仍觉得自己很愚蠢时，自恋的人就像任何掠食者一样，嗅出了机会。知道有同理心的人倾向于选择情感
而非证据，他们会被设定为容易被愚弄和诱捕的猎物。自恋的人只是抑制共情者的同理心被触发，那些完全不怀疑自己情绪化思考的有同理心的人，可以无视任何所有其他虐待和迹象，来帮助或照顾可怜的受害者。任何质疑和自恋者转动心弦，都会引起有同理心的人远离外部智慧或真相。为了摆脱束缚，有同理心的人需要重视自己的思想，问他们有权知道的问题。4. 自恋的人精神错乱，道德沦丧。道德沦丧的定义是指完全缺乏某种特定的品质或价值观，从而被称为道德沦丧。不能相信自恋者会做大多数人会做的事。大多数人会因为认同他人的感受而有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，比如他们不会在伴侣的问题上对别人撒谎，因为这会伤害他们或破坏他们的恋情。而自恋的人，因为他们缺乏同理心，他们的情绪都围绕着自己，他们觉得自己高高在上，有资格得到优待，他们选择的行为方式只取决于个人利益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他们分手了，他们会对别人撒谎，给自恋者一个全新的自我。不可预测性就像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样，当他们感到供给减少或下降时，情况会变得更糟，影响变得更清晰或更专注。试图预测自恋的人会走哪条路，虽然自恋的人得到了更多的关注，并且已经收回了他们的付出。有同理心的人用带有怀疑的同情利益来无视或挥去可疑的行为，然而这是需要被制止的行为，以确认他们是否正在被使用，询问或叫他们出来，切断他们的供给，危及自恋者理想化的形象，迫使他们正视自己的不安全感。他们现在会认为有同理心的人是无用的，甚至可能是危险的，他们会放过他们。这样一来，操纵就停止了。5. 这都是幻想，都不是真实的。这是个双重的幻想。在第一个层面上，自恋者生活在自我夸大的幻想世界中，一切都以自己的理想为中心。第二层是有同理心的人，允许自己被自恋者的幻想所愚弄，他们被操纵着，专注于拯救自恋者，并相信他们会得到爱的回报。这两者都不能也不会实现。整个幻想可能被编织成一个宏大的悲情的浪漫故事，灵魂伴侣寻求完成彼此，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因果报应的教训。这正是爱所不具备的一切。除了这个令人失望的事实之外，有同理心的人必须逃脱并从中吸取教训。6. 虐待意味着真爱从来没有出现过。爱不包含虐待，这是没什么商量余地的。虐待意味着这不是一次意外，也不是糟糕的一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会是一种重复的、有目的的、有意识的垃圾的处理模式。这也意味着虚假情感可以来自任何被视为关系的持续互动类型，它可以是浪漫的、熟悉的，甚至是一个帮你忙的同事。如果有虐待或诋毁行为的习惯性模式，他们就是缺乏情感同理心。苦药丸在此，这是我们很多非自恋者都难以接受的。不管是不是有同理心，事实上，无论自恋者在一段恋情开始时有多好，甚至在一场争吵之后，他们从未爱过自己的伴侣，这在情感和心理上都是难以置信的。有同理心的人会抓住理性的碎片，说其中肯定有一些是真实的，或者在出问题之前是真实的。而难以置信的事实是，自恋的人不是在做兼职，整件事情就是一个有目的的幻觉。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一个冷酷的单一目的，那就是保持自我的餐车运转。摆脱这一切，走出自恋者的魔爪，意味着接受失去的时间无法挽回，也无法还原为真实的东西。他们需要珍惜自己的未来，不要让它被自恋者榨干和浪费。他们最好的选择是切断供给，然后离开。我们可以理解，如果你是一个处于类似情况下的有同理心的人，或者目前正处于类似情况下，
这6个真相可能会让你感觉很枯燥，就像吞下了药片，或者吞下了苦苦的中药汤或脱毛一样。尽管参与的结果会有长期的有益影响，为了摆脱自恋者的焦油坑，他们也是必须要接受的真正的事实。你对这些观点有共鸣或认同吗？欢迎在下面评论区分享你的见解。希望我们能给大家带来希望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或其他人有帮助，也许可以分享给更多小伙伴啊！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啦！